但是有利也有弊。杨家的这一套宗亲制度太久了，久到已经开始僵化和腐败了。如今，比起从外人口袋里拿钱，叔公们好像更愿意从自家口袋拿钱。你跟我说这些，就不怕我烦？这不就是阿佳想让我看到的吗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阿佳明明知道我去了宴会会与宗亲发生争执，您还是让我去了。阿佳怪我与二叔公作对，却给了我铺子，让我有根基与二叔公对峙，又通过小样锦事件，让我彻底看清杨家制度的弊端。就连锦绣这个格外懂规矩的丫鬟，不也是阿佳有意安排的吗？那你觉得我安排的这些是为了做什么呢？阿佳需要我，需要我这把刀，劈开腐朽，重整杨家。你既然约我，定是有了法子。想要改变杨家，首先得看明白，困住杨家的究竟是什么。哟，诸位叔伯都早到了，哈，是我来晚了。那这样啊，我呢先自罚一杯。好，看见没有？我说什么了？没穿官服。那今天来的就是我们的三郎贤侄，而不是杨督察。三郎啊，你多年在外啊，都忘了规矩，你怎么派人查清我们自己杨家的账来了？但是，各位叔伯，念你多年在外，不和你计较了，就不开祠堂问你的罪了。咱们今天在这饭桌上把话说开了就行。不是啊，我查账坏了杨家的哪条规矩了？杨家家规第34条，禁同室操戈，禁内外不分，禁足一时一起而损长远利益。杨家家规第41条，杨家各商铺所有货品、人员、账目等都由长侍统管，禁彼此私相授受、查探机密。五叔，您记性是真好，但我是一句也没听懂。哎，要不二叔您帮我解解惑？杨静兰，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今天各位叔伯把你请到这儿来，是给你面子。你要不要这个面子，我们回去开祠堂。我要问问我的好大哥、好长嫂，我看他们怎么惩罚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不孝子。我让他们来教教你什么叫做杨家的规矩。宗亲并不可怕，但棘手的是他们手中的那把刀，杨家的规矩。所以，想要改变杨家最好的办法，首先便是要建立新的规章制度，将权力交还给合适合理的规矩，而不是辈分和血脉亲疏。既然诸位叔伯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给大家交个底。查账就是我有私心，是太子想要私下买些蜀锦，东宫买东西，即便是私下，也要把来路查得清清楚楚。我恰好在意中，太子就把这把关的事儿交给我这个督察了。我该选择谁家呢？贤侄，你若真有此心，何不直说呢？我怎么直说呀？我怎么说？我难道说啊，我是杨家人，您就买杨家锦就好了？这不合适。这本来呢，借口我都想好了。表面上跟太子说，我与杨家不睦，查账是我为了泄私愤。可是这么一查，大家都没问题，锦也不错。那我举贤不避亲，
自然就推荐杨家锦嘛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继续这么办吧。不行啊，杨家有规矩，我没资格查呀。贤侄啊，这太子也不知道杨家的规矩啊。十一叔，十一叔啊，您呢是没做过官，自然就不了解。这东西啊，它是要复审的，到时候长安派人下来一核对，知道杨家有这么一个规矩，他就会问了啊。说，你说你查了杨家的铺子，杨家的规矩让你查吗？是你谎报了，根本没有查呀？还是说杨家的规矩改了？贤侄，只要规矩改了，他就……嗨，开个玩笑，杨家的规矩怎么可能会改？你要是确定太子一定会买杨家锦，只要各家真没问题。好，老五你什么意思呀？各位，我觉得既然三郎啊是为杨家好，那咱们呢也得为杨家的脸面尽把力。我提议啊，咱们在这个41条后面再补充一句：若彼此探查，对杨家大有裨益，则可酌情商议。你们觉得如何？不可，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不能改。我说，我怎么记得好像杨家有一条规矩是大概的意思啊，是说，若意见不一致时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啊，对，有这么一条啊。这样，同意补充一句，咱们同饮此杯。好，二叔，二哥，瞧瞧，杨家的心不是挺急的吗？那这规矩啊，咱就改了。您看，这规矩还是能改的。可你怎么能确定，你改的新规就一定比旧规好呢？不确定。所以要试。我已经将杨家设计锦业的规矩都整理出来了，跟大家逐条讨论。我们会优先修改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3条，在飞花会和季家警方实行。还想请阿佳一同拭目以待。原来你要革的不是杨家，是锦业。我要革新的是所有不讲道理的规矩。若我此次尝试能有成效，阿佳可允我也在杨家一试，或者说，阿佳可敢一赌。锦心，夫人，拿酒来。我要与我的生意伙伴好好喝上一杯。诸位不必担忧我们作假，这些都会写进契约。有意来季家锦房做工者，请进里面结契。最近都在讨论你的新规啊，说要教训你。可是都没有人来啊。他们在等。我季英英在他们眼中向来是离经叛道，但唯利是图。有些人就是在等着看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好处。若是有好处，他们早晚也会用。对于商人而言，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而还有些人嘛，估计是在等着杨家宗亲教训我。
可是给谁看呢？女为悦己者容，这份对镜贴花，自然是给夫君看的。那我今日若是不来呢？所以我日日等在此处，想着总有一天，夫君有需要我的时候。譬如节庆，有事总需要我这个赵二夫人出来露个面吧。又譬如我阿爷突然想起我，想要见见我。你们牛家人啊，还真是心智坚韧，在如此逆境中，还可以做到隐忍折服。夫君终于肯来见我，是有什么要事吧？啊，听闻你在长安住过一段时间，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。夫君这是要把赵家的生意做到长安？长安可是我的伤心地啊！我的第二任夫君，便是死在了那里。自然，我是愿意效犬马之劳的。只是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玉渊他没有死，我能把他卖出去，就定能给他买回来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你定会知道他的下场。玉渊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自从你离开家以后，阿公每年都会凭着想象画一张你的肖像，让人照着到处去找。后来，杨家行商远行，每一次都是阿公带队，他希望能遇到你。他每年为你抄经祈福，哪怕你不回来，也希望你能平安。阿佳给你看这些，不是要劝你，他只是想告诉你，故去的人已经故去了，活着的人最好是珍惜眼前人，不要将来后悔。我就是来传话的。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夫人辛苦了。我做什么决定，你都支持我。你帮我下来，我还有事。我也有事。我有正事。我也是正事。啊，应该。这路不好走，注意脚下啊。杨金兰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目前规矩只改了3条，但是阿兄和于掌柜说，那些工人们的确是更有干劲儿了，做事情也更快了。但是赏罚制度那条，也引起了一些工人之间互相嫉妒，还是要完善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跟宗亲们说太子要买杨家井这事儿，太子要是知道了，真的不会问罪吗？不会啊，只要不触犯律法民心，他随我用他的名义。但这招也不能老用，我们还是得尽早用自己的规矩说话。累了，我背你。
好啊。来。不用。这是我第一次来看踏雪，我要有诚意，而且我还得学着习惯，以后我还要经常陪你来的。好。走。慢点。踏雪，抱歉啊，今日才得空过来看你。谢谢你千里奔驰，将他送回来救我。听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那种叶子，这次你先将就2口，等我下次来，我在这旁边给你种一棵这样的树，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叶子。怎么样，老伙计？他人不错吧？莫说是千里万里，即便是千万里，也值得回来娶的。那，答应给你画的图已经画好了，你呢好好看看，看看有没有落下哪个地方。这些都是你和踏雪一起去过的地方。没错。长安、江南、漠北、沿海。难怪你现在如此坦然从容，你走的路都成了你身上的一部分。以后带你一起去。我还想带着我的蜀锦一起去，我要让天下人皆知它的美。我要把它卖到江南，卖到漠北，卖到吐蕃，卖到天竺，卖到南诏，卖到所有我能去到的地方。夫人，南诏也要卖？卖！我在藩市看见那些外藩人是真的那么喜欢蜀锦，喜欢我大唐我一州的东西，我觉得与有荣焉。若是日后开通了商道，有了正规且成熟的贸易往来，就会减少私下交易，就不会有人无辜被害了。而且，蜀锦之美，不该囿于方寸之地。杨青兰，等我帮阿佳革新了杨家，我就带着蜀锦走出去。我想去看看这人间，也让这人间也看看我。好啊，那到时候我就陪着夫人一起去看看这人间，也让人间看看你。经久不见，各位姐姐妹妹们还记得我，还肯闪光来此一叙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尤其是郑夫人，感谢当年在长安你对我的照拂。坐在正中的便是郑夫人，她的阿娘与几位公主交好，公主们颇信赖其眼光，母女2人便以影响长安妇人风尚为傲。除此之外，五娘子此次宴请的，全都是长安城里说得上话、又好面子的妇人们。哎，你也是个命苦的，当年在长安便过得不如意。看看这些妇人，没想到看似热情，实际都是来看笑话的。但你不该，他们都想来看看这牛五娘如今有多落我早知道定要拦着你。那商户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即便你这是3嫁，那他这也配不上你这名门淑女。可不是嘛，他
他没有打你吧？说什么呢？说好了不许提五娘的伤心事。无妨，姐妹们也是关心我。我现在的夫君待我极好，他是益州的景王，赵家也是染指蜀锦的大户人家。蜀锦，赵家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啊，你不会是被人给骗了吧？长安贵人这穿的用的，那都是杨家锦，什么时候听说过赵家锦呢？可不是嘛，我们家中老夫人向来都是买杨家锦的。今日郑夫人这身上的便是杨家锦，那可真是寸金寸金。哎呀，我啊，这是夫君送的，我自己可舍不得买。哎呀，在五娘面前说这个干什么？五娘啊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哎，我这身呢，比你的是要贵重一些，那定不是你夫君对你不爱重，只是这杨家锦确实无人能出其右。不对不对，我是想说，这赵家锦也还行。站住！大胆！你们一个舞姬也敢和宫廷妇要穿一样的衣服啊？因今日给夫人们献舞，小女特意换了一件新做的舞衣，不想冲撞了夫人，请夫人恕罪。看来不仅郑夫人钟爱着杨家锦，这长安城的歌姬乐女们也很是钟爱。你是故意的安排这出来折我的面子。郑夫人说笑了，如今杨家锦满大街都是，何来我刻意为之？确实如此，郑夫人，这杨家花凤纹锦，如今在街面上才10文1寸。10文，那不是寻常布匹的价格吗？郎君，那可是寸锦寸金的蜀锦呢，咱们真要这样做吗？这杨家在长安的声望也是日复一日，并非一蹴而就。我问你啊，用50匹锦去换杨家日复一日的根基和声誉，你觉得值还是不值啊？小人言浅了，还是郎君深谋远虑。各位有所不知，自从杨家痛失了锦王的称号，为了挽回损失，只好薄利多销，粗糙滥制。若是各位还是依旧以这杨家锦为荣的话，以后出门难免少不了会遇见几件糟心窝子的事。你不过这赵家锦可就不一样了。赵家是益州的锦王，我们精益求精，只为全长安城的贵人量身定制。每匹锦都是由赵家最顶尖的织工亲自织成，从生丝到成锦，全由我夫君把关。最重要的是，赵家锦只有配得上它的人才能穿上。依我看呢，这赵家锦比杨家锦更为出色。你们如何看待啊？我看呀，也还真不错。既然五娘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美丽的蜀锦，那我们一同敬一敬五娘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敬五娘。正是知道我在算计他，他之所以愿意配合，是因为每次我利用他之后，都会与他极大的好处。
所以你还需带着重礼去见他。他若是收了，这事儿便是成了；若是他能让他阿娘在公主面前说上几句，杨家便彻底完了。别喝了，送娘子回去歇歇吧。是，不必了，我想再坐一会儿。这间酒楼是以前在长安时我和玉媛最喜欢来的地方。每一次被我那个禽兽夫君打了一顿之后，我们两个就会跑到这里来大吃一顿，一边吃一边笑，谁也不许哭。我从出生起就没有感受过一丝疼爱。阿娘不认我，阿爷厌弃我是一个女子，一心只想嫁了我，为他换取利益。我的夫君更是不把我当人看。只有玉媛的出现，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疼爱。如今玉媛不在我身边，我的日子仿佛又坠入了深渊。赵修远，我累了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你把玉媛还给我，我们就两清了。好。不是送了信，让你们在季家多住些时日，过几天再回来吗？阿兄，我们也是杨家的一份子，我们也想解决长安的问题。他们不是想解决长安的问题，是解决你们。那就更要回来看看了。杨静兰，难道你想重蹈我当年的覆辙吗？杨景山，我夫人今日前来，是来替杨家解难。再说了，杨家何时管得住我了？夫人，我们走。夫人，沉住气。季莺莺，家法面前还不跪下？二叔公要请家法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理由？你招惹了赵家，你让赵修远在长安坏了我杨家的名声，致使我杨家这么多的货物堆积难销，人脉受损。这个罪名足够把你赶出杨家了吧？自己卖不出去东西，却怪上了人家，这杨家的家法就把诸位教成这个样子吗？那依我看啊，这杨家的家法不要也罢。杨静兰，你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啊！你要瞧不起家法，我连你一起赶出杨家，还连带你娘亲的灵牌一并请出祠堂。
哎呀，老爷，沉住气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杨巨礼，我平生最恨别人拿我阿娘来威胁我，今日我便把话给放出来。谁敢动我阿娘的牌位，我便让他去当面给我阿娘赔罪。夫人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你个不孝子孙，你敢威胁长辈呀你！来人呐，赶紧把这个祸害精英家法伺候！我看谁敢！大哥，放肆啊！放肆啊你！在杨家你是老几啊？老二啊！老子还在呢！多事，一边待着。当年没有保护好你们母子，是我无能。如若今天连个牌位都护不住，那我还当什么家主？死了算了。诸位宗亲，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不是推卸责任。大家有事就说事儿，啊，没事就请回吧。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大哥脾气大呀，他是家主，我这个做二弟的也没有什么话可说。我只是可惜呀，我杨家的声誉，还有这么多堆积的货物，该怎么办呢？对，杨家家规第81条，倘若家主难当大任，可决以复之。对，好像是有这么一条。你放屁！老爷，家主并未说不管长安之难，诸位就开始落井下石了，传出去好听吗？我的娘家兄长们恐怕也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家交往。管，家主打算怎么管呢？二郎不是已经去长安斡旋了吗？我明天和大郎一起过去，只要人脉在，名声总能挽回来的嘛。这个名声毁掉容易，再建就难了。就是，现在最主要的是，这批刚做完的货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在外面可是欠着外债，就等着把这批井卖了清账。我看这家主啊，是管不了了。谁说的？家主已命我将这些井分文不差的卖掉。卖掉？卖掉？卖去哪里啊？这就不劳二叔公费心了。按规矩，先付定金，2个月后结清余款。大郎，还不带宗亲们先去领定金？是，宗亲们，这边请。哎，别，且慢！这分明是缓兵之计吗？那季英英诡计多端啊，口蜜腹剑，你们还信他呀？杨老二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你要是卖，就去拿定金；不卖，滚出去！我没时间跟你扯淡。行，你是大哥，我听你的。要是2个月之后领不到余款，那该谁负责？对，自然是家主负责。听见了啊？听见了，听见了啊！对杨家有功者，杨家从不亏待。英英，若此事能成，以后这议事堂有你一个位置。哎，就这么定了。行，大郎，
领二叔领定金去。来前进，走，来前进。茵茵，你向来是谋定而后动，今天既然开了口，难道真的是有了法子？多谢阿家阿公信赖，配合于我。茵茵的确有个主意，我想借益州地理优势，开通外藩商路，以真正破局。开辟商路。既然长安城的贵人们被一时蒙蔽，那我们索性就把景卖到别处去，让他们看看，无论怎么诋毁，我们杨家的景永远是寸景寸金。而且，若是开通了商路，不仅这批景能卖得出去，还能带回更多的订单，真正打开杨家的销路。外邦之人，一是喜欢蜀锦不假，但如今能够做的外藩生意，都已经被瓜分了呀。所以，我们要走无人走过的路，从益州起往西南至吐蕃，圣地秘境遍布，皆是生意奇迹。不行，不能去。那条路艰险得很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，不能去。哎呀，不妨事，我与夫人同行，我定会护住她的。你去就没危险了。你神仙呐，还是能开山凿路啊？去。你不是认识长安的人吗？把东西卖给他们，你们带上锦，跟我们一道去长安。阿公，锦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卖得出去，但是挽回杨家名声，并非一夕之事。我们由外而内，开通商路，杨家的名声也就回来了。这是杨家最好，也是唯一的出路了。行与不行，都要一试。在你眼里，生意比生命还重要吗？因为我别无所长，只有做好生意，才能护住我在意的人，让他们长命无忧。茵茵向来敢为人先，我信她，也信森郎能护住她。这事儿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。哎呦，放心吧，阿爷。放什么心？你刚才叫什么啊？叫什么来着？没听到就算了。不是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你是不能再叫一声啊！啊！你最好把人给我完整不缺的带回来，否则的话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啰里吧嗦，放心吧啊。那好，那咱们就各自去准备。我跟大郎去长安，我留在益州斡旋。我和三郎筹备地图和文书。好，好，好，记住，平安为上。怎么累成这样？杨家逼你做长工去了？还不是为了打听商路。我这几日嘴皮都快磨破了，腿也快废了。打听商路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把杨家的景销往藩邦，可是西南边陲人迹罕至，绘制详细的地图就更少见了。我找了好几日，最详细的便是这张了。哎，你看，从益州出发，沿着官道前行，穿过这片密林，再往前走，这儿就没路了。
我问遍了商队，也没有人能说出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继续往前走。先不说往前，这片密林，道路险峻，遍布沼泽，难走得很。难走不代表不能走，人家把路都画出来了，那就说明是能走的。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没有路的地方。你家以前是走商队的，你帮我看看，这到底该走哪边好？是走山路好，还是走水路好？水势湍急，山路险峻，都不好。那要是从这边绕一下呢？这里倒是地势平缓，但盗贼丛生，一不留神，人祸两失。果然是行家，什么都知道。那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呗，行家。开辟商道，收益颇丰，但是若轻易可得，人们便蜂拥而至，哪里还轮得到你？这条路，连一般行家都不敢轻易尝试。英英，你要是真的想帮杨家，大可以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。这条路真的难走。但凡有其他的办法，我也知道这很难。可是杨家如今的局势也很艰难，我不能不管。落英缤纷过，跌进尘埃，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。浣花溪畔的粉末，牵引飞花指尖落。岁月若飞梭，一身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阡陌。换尽迷途与扑朔，为心历经红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支撑最人生锁，去证明那翱翔飞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作万千年，成线，澄净落尾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作万千年，成线，澄净落尾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